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片单已经陆续放出。今年呢，有一个名字让我看到那一刻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那就是肯洛奇。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的话，就让我用30秒来告诉你为什么你应该感到兴奋。这位老爷子今年90岁，他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注意是历史上入围主竞赛单元次数最多的导演，15次。这是什么概念？绝大多数导演在职业生涯中能摸到一次主竞赛的门槛，就已经可以在简历上吹一辈子了。他去了15次，拿了2次金棕榈，3次陪审团大奖。今天就让来带你解析英国电影大师、2获戛纳金棕榈大奖的传奇导演肯洛奇，他的电影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他的创作密码又是什么呢？以及我为什么要说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这个单元是你本年度最不应该错过的一次放映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Nice。 想要理解肯洛奇这个导演，我们先来看看他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谁。不同于其他商业片的导演，肯洛奇他60年如一日，专门拍一些平易近人的小人物。他的主角都有谁？有因为福利制度被逼到绝路的老木匠，有在零工经济里喘不过气的快递员，还有在矿区里连一只鹰都留不住的小男孩。他为什么偏偏选择拍这些人？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这群人里走出去的。肯洛奇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标准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工厂电工，祖父是矿工。他靠奖学金读了文法学校，在皇家空军服役2年后考进了牛津大学法律系。一条标准的中产阶级上升之路已经铺在他的脚下，但他的牛津迷上了戏剧，毕业后没有去当律师，而是进了 BBC 拍电视。从此，这个电工的儿子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和他父亲一样的人。他本可以高调地离开他的这个阶级，但他选择转身回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当整个电影工业都在造梦，让我们短暂地逃离现实的时候，只有肯洛奇专注眼下的现实。那么说完他的背景，让我们来仔细地分析一下肯洛奇的创作密码。我们先来拆一拆肯洛奇到底是怎么拍电影的。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拍电影的第一步是什么？他们大概率会告诉你，写剧本。但肯洛奇的拍法从一开始就是反着来的，他拍电影几乎没有完整剧本。什么意思？不是他没有故事，而是他不会把对话一句一句写好了发给演员，他只会给演员一个大致的剧情走向和角色背景，然后到了拍摄现场，对话几乎全靠演员自己即兴发挥，而且他坚持按照故事情节的时间顺序来拍摄，这在电影工业里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电影为了节约成本，会按照场景来集中拍摄，不管时间线，同一场景一次性拍完。但肯洛奇不是这样的，他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来拍摄，并且故意不让演员知道后续情节的走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不想要表演，他想要的是反应。他不想要演员知道结局之后倒推出来的情绪，他想要的是角色在命运面前最真实的措手不及。这种近乎偏执的失控，恰恰是他电影里那种难以复制的生活感与真实感的来源。当然，这不代表他不做任何准备啊。恰恰相反，在正式开拍之前，肯洛奇会花数周的时间进行排练。这段时间，他不是在排戏，他是在和演员们围坐在一起，一场戏一场戏的梳理逻辑，把任何这个角色不会说出口的话全部拿掉。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基本上解释了他全部的工作哲学。他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选对人，然后创造一个让他们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冒险、可以脆弱的环境。”这句话里有一个词特别的关键，安全。你在他的片场里看不到任何灯架，看不到任何让你有正在拍电影的这种感觉的东西。一个非职业演员走进去，他不会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庞大的工业机器，而更像是走进了一个可以被允许犯错、被保护的空间。肯洛奇要的就是这种安全感，因为他要的表演不是技巧，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说到选角，肯洛奇有一个特别极端的选角审美，他极度偏爱非职业演员，或者那些还没有被表演程式化、固定化的跨界演员。他的选角标准从来不是你演技多好，而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本身就是这个角色。这也为什么他的电影里那些面孔，你看一眼就忘不掉，那种真实感不是演出来，是他大量海选选出来的。聊完表演，我们来聊聊肯洛奇老爷子更偏执的一面，就是他的视听语言法则。他把他的拍法总结成一套纪律，这套纪律从1969年他的第一部长片开始，
一直到他最近的一部作品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纹丝不动。第一条就是机位，永远在人眼的高度，不俯拍，不仰拍。你不是上帝，也不是蝼蚁，你和你面前的这个人平起平坐，所以你不是在看一个故事，而是在和这个角色一起经历一段人生。第二条，镜头，它不使用任何夸张的广角去夸大空间，也不用超长焦去偷窥远处的情绪，你看到的就如同你自己站那个房间里双眼能看到的一切。第三条就是光线，肯洛奇只信任自然光，他在片场没有灯架，这当然有美学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当没有那些刺眼的带有工业气息的灯光设备时，一个非职业演员才能彻底忘记自己正在被摄影机对着，他在自己最熟悉的光线里交付出来的东西叫做灵魂。那么对肯洛奇导演具体的拍摄手法和创作逻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上头这部影片，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肯洛奇的一些导演思维和导演手法。 Nice。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这些创作法则听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嘛，它到底厉害在哪儿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带着上影节这次展映的几部影片来告诉你答案。这一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向大师致敬单元，从他跨越6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截取了3个关键的横截面，我把它叫做起点、巅峰和当下。它的起点就是1969年的《小孩与鹰》，这是本届展映里年代最早的一部，也是肯洛奇电影生涯真正的起点。这个故事极其简单，一个在矿区长大，被所有人和整个环境放弃的小男孩，在他最孤独的时候遇到了生命里唯一的亮光，一只猎鹰。他驯养它，爱它，把它当做自己全部的情感寄托。就这么一个故事，全片用自然光拍摄，没有使用任何的配乐。肯洛奇的摄影机和全片一样，保持人眼的高度，没有推上去给特写，没有用音乐突然响起来催泪，他就是站在那里，静静的、完整的、不加任何修饰的记录下了一个少年信仰的葬礼。那从这部电影开始，肯洛奇定下了自己一生的创作基调，镜头不转身，不煽情，只记录。那么第二个就是巅峰阶段，2016年的《我是布莱克》，这是本届展映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肯洛奇导演时隔10年2夺金棕榈的巅峰之作，讲述了一个干了一辈子木匠活的老头，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申请社会福利，结果被一套繁琐到荒谬的制度给卡住了。他必须填无数的表格，打无数个永远没有人接的电话，去无数个窗口，被驳回无数次，来证明自己真的需要帮助。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非常奇特的愤怒，那不是角色在镜头前咆哮摔东西的那种愤怒。肯洛奇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79岁了，一个79岁的老导演，他的愤怒不再是年轻时候的直接训斥，而是藏起来的。他把镜头的场面调度降到最低，几乎就让摄影机固定在交谈的高度，然后让观众自己去盯着演员的面孔，然后你就会发现，最让人窒息的不是哪个反派，而是那个冰冷规则构成的系统本身，它是如何在你的眼前完成一场对尊严的系统性绞杀。肯洛奇的剪辑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我们有时候确实会受限于肯洛奇的制作方式，你不能使用任何花哨的剪辑，真的不能。但正是因为不能，这个老木匠的愤怒才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坚硬。来到当下这个阶段，我要推荐2019年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可能是本届上影节所有肯洛奇片单里最能让你感同身受的一部。主角呢是个快递员，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就是一个为了养家糊口欠了一屁股债，买了货车，然后被算法和派单系统追赶着永远在路上的快递员。肯洛奇的摄影机被严格的放置在人眼的高度，当他开着货车穿梭在城市里，你和他一起盯着前方的路。当他回到家，面对妻子疲惫的脸和儿子失望的眼神，你和他就站在那块狭小的客厅里。你不是上帝视角俯瞰这个家庭，你是和他一模一样的高度，一模一样的处境的去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这部电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戏剧高潮，它对心碎的时刻全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经历的那种无力感。正是这种拍法，让每一个坐在黑暗影厅的观众都没有办法转身离开，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过一切的人生，可能在某个平行时空里就是你自己。那最后一部就是2023年的《老橡树酒馆》，这是本次展映的收官之作，同样是衰败的矿区小镇，但这一次外部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难民来了。那个在《小孩与鹰》里埋葬猎鹰的男孩，如果活到今天，大概就是这部电影里那个倔强的老酒馆老板。他守着矿区里最后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内心对那些闯入他生活的陌生人充满抵触，但在和他们接触中，两个同样被时代挤压的底层群体最终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慰藉。
50多年过去，肯洛奇自己也从一个愤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温和但绝不软弱的老人。他电影里的人物也从失败的个体终于走向了阶级的团结。这是肯洛奇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温柔。今年的6月17日，肯洛奇将迎来他的90岁生日，上演节也正在策划在这一天为他举办特别的放映活动。如果你走进影院，坐在黑暗里，看着大荧幕上肯洛奇导筒下那些不那么精致，甚至有点粗糙，带着生活质地颗粒感的面孔，我希望你能够想起我今天节目里的话。在整个电影工业都在造梦，都在告诉我们可以飞翔的时候，肯洛奇选择了一个更难的选项。他选择打开窗户，只给你看窗外那些真实被遗忘的，但正在努力活下去的那些人生。他的电影不是用来享受的，它是一种注视，一种陪伴，一种无言的承诺。那些真实的人生值得被你看见。